本来就开起来，对，买这的时候我帮你做温一点，不要太烫。好，好，耶！那你们要吃？哇哦！只猫也是都会这样哇哇咖啡有个橘色掌印，哦它坐下的时候是一个橘色猫掌印。哦，是吗？哪里？屁股住这里是个猫掌印。哎，真的耶！背后然后坐下的时候，来，他现在不想做，他现在他想出去散步。他想出去哦，所以是局长哦。对，来，然后你拉短一点，好。他跟着他走。阿姨牵你去散步。你说现在在下面这个区块，好因为上面有别的猫，哦，OK 它 OK，跟别的猫吵架。会哦，我们家也是吵着凶哎。局长，你要去哪里？好害怕拍张那个给啊，不怕，他会跑。欢迎收看生活体验营。今天雅玲跟 John 来到阔别15年以上的十分寮瀑布。因为时间还早，他们停好车，先来到老街前方的平交道咖啡，享受悠闲时光。在寸土寸金的观光区，这里不仅贴心提供免费停车空间，而且通常不限时、无低消限制。这家店处处充满惊喜。老板本身是一位热血车友，店内摆满了帅气的车辆装饰，还有超亲人的橘猫贴心陪伴。来到这里，雅玲跟 John 点了必点的招牌黑糖拿铁，覆盖在厚实奶泡上的炙烧黑糖，焦香浓郁，视觉与味觉都极具张力。而最过瘾的，莫过于店里紧邻铁轨的户外座位。当平西线火车从身旁呼啸而过时，极近的距离甚至让连桌子都隐隐跟着震动，那种与火车贴身擦肩的震撼感让人大呼过瘾。在John的记忆中，对老街完全没印象，没想到一踏入这里，连雅玲也觉得无比陌生，感觉两个人根本都是第一次来。既然如此，今天一定要好好逛个过瘾。他们怀着冒险般的好奇心，从老街的最起点出发，看着两旁琳琅满目的怀旧杂货店与古早味小吃，一边走一边惊奇地东张西望。这趟对两人都全新未知的探索就此拉开序幕。艺人哇，他们都跟好像老板照相哎，对不对？老板娘哦，我卖茶叶蛋，啊，就是你吗？是，这是你啊，这是老板啊娘，有啊，就这个是不是？啊，那我来跟你拍。来那你今天没有做生意吗？今天没有，是放假叫我出去，就没做。我来。雅玲跟 John 悠闲地逛着十分老街。起初这里给他们的感觉就跟一般常见的台湾怀旧街道差不多，平凡中带着朴实。看着前方有一群外国游客，两人便好奇地跟在后面走着。没想到一过转角，眼前的视野瞬间开阔，一条充满历史感的铁轨居然就这样直接出现在眼前。这时他们才惊觉，原来十分老街的重头戏此刻才真正开始。一踏上铁轨主线，眼前的景象让雅玲跟 John 震撼不已。这里简直人潮汹涌，热闹非凡。耳边传来的不是熟悉的台语或中文，而是此起彼落的各国语言。放眼望去，满街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有日本人、香港旅客，还有不少高大的欧美面孔，而其中比例最高的莫过于成群结队的韩国游客。铁道两旁充满了异国风情，热闹喧嚣的氛围像极了一个国际小村落。游客都是来体验最经典的活动——放天灯。当他们在天灯上认真地写下祈愿词时，身旁的店家更让他们大开眼界。这里的天灯销售员韩语说得流畅无比，不论是招呼客人、介绍颜色象征，还是指导游客拍照摆姿势，全程用韩文对答如流。专业的服务与超强的语言能力实在让人佩服。在店家职业的协助与倒数声中，天灯底部的火光熊熊燃起，游客松开双手，看着承载着他们心愿的红色天灯缓缓升空，越飞越高，最后融入了蔚蓝的天空与远方的翠绿山峦之中。看着这一幕，感觉他们心中涌现起满满的感动
在天灯起飞的这一刻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雅令跟 John 穿梭在密密麻麻的韩国旅行团与自由行游客之间，身边充斥着韩语的欢笑与交谈声。这种奇妙的体验让他们忍不住相视而笑，产生了正在国外旅游的错觉。看着周遭热络的外国面孔，他们开玩笑地说，自己明明是在台湾，却感觉两个人才是误闯进来的外来客。看着漫天飞舞的天灯，雅令跟 John 也好奇起这片土地的故事。十分隶属于新北市平西区，坐落于基隆河谷。相传清代有10户人家在此筚路蓝缕，合资开垦，每次购买物资都要分成10份，因而得名。这里曾是北台湾极为繁华的煤矿重镇，而如今载满游客的平西支线铁路，正是当年为了运送煤矿而修筑的历史见证。虽然通称为平西天灯，但真正让各国游客为之疯狂、名声超越平西老街的，其实是十分的天灯体验。这里拥有全台独一无二的火车门前过奇景。相较于平西老街的狭窄与陡坡，十分老街地势平坦开阔，街道与铁轨近乎零距离并存。游客能直接站在轨道上，将写满心愿的天灯送上天空。当火车隆隆驶来，大家在退道两旁挥手致意。这种极具视觉震撼、人轨合一的互动感，是平西其他站点无法比拟的绝对优势。这里是什么车站？噔噔噔噔，10分车站。雅令跟 John 漫步走进了10分车站。这座富有历史感的车站是平西线上最重要的列车交汇站。如果顺着铁轨往回看，前一站是隐秘幽静的大华车站，而若是继续往前，下一站则是充满神秘空灵感的望谷。站在这座历史悠久的月台上，看着铁道向山林两端延伸，仿佛能一眼望尽这条黄金支线的百年沧桑。告别了热闹的铁道老街，雅令跟 John 散步来到了紧邻车站、横跨在基隆河上的静安吊桥。这座全长128公尺的吊桥，早在民国36年就已建立，当时是为了运送煤矿而兴建的工法杰作。走在洗尽铅华的吊桥上，最吸引两人目光的，莫过于那漆成湛蓝色的亮眼桥身，在翠绿的山谷间显得格外优雅。脚下是潺潺流动的基隆河水，放眼望去，对岸的老街民房与远方的山峦交织成一幅绝美的山城画像。这里没有铁道的喧嚣，取而代之的是清新的山风与一份难得的静谧。这座横跨近80年岁月的吊桥，静静地守护着10分小镇的兴衰。看着它虽然经过多次整修，却依然保有那份淳朴的历史韵味。雅令跟 John 在桥上驻足良久，感受这份属于10分的悠闲与浪漫。逛完了热闹的10分老街，正式往10分寮瀑布出发。就在离开老街出口时，韩国的观光客一波波地往老街方向挤进去，再次让他们感受到10分作为国际景点的惊人魅力。两人顺着小径的指标悠闲前行，不久便来到第一座桥——四广潭吊桥。这座桥横跨在基隆河上，脚下是著名的湖穴地形。站在桥上往下一看，基隆河水常年冲刷出的深潭与坑洞，就像大自然亲手凿出的艺术品。下了桥后，紧接着又是另一段上坡，踏上了第2座桥，这就是著名的关瀑吊桥。雅令跟 John 发现，这座吊桥的设计非常独特，它竟然与平西线的火车铁道桥近乎并行，两座桥紧紧相邻。这种能近距离与火车并肩跨越山谷的体验，是这条路径最惊喜的发现。目的地已经近在咫尺，路旁出现了令人肃然起敬的历史印记，那是国宝级的煤炭列车，安静地诉说着平西当年作为产煤重镇的黄金岁月。紧接着，步道两旁出现了庄严的马匹铜雕，每一尊的神态都栩栩如生。进入艺术铜雕群，散落着多尊古朴的动物铜雕，生动的马匹与神话风格的兽类，
这些雕像在绿意环绕的步道旁，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文化与宗教氛围。往内走，充满禅意的角落，竟然还供奉着一座来自泰国的四面佛。异国宗教与在地文化的巧妙融合，让这段路途多了一份神秘的气息。佛教无国界，雅令在佛前虔诚地祈祷祝福。这里树上开着白色如绒裙般的葡萄花，红色祈愿带在绿叶间显得格外耀眼。路旁的小吃摊传来阵阵香味，引人垂涎。穿过第一区摊位后，眼前出现了一座清澈的鱼池，看着鱼儿悠哉游动，焦虑的心情也随之放松。接着再次步入第二段小吃区，当两旁的喧闹渐渐转为轰隆巨响时，雅令跟 John 同时抬起头。终于在远方的绿荫交错间，那道如白练般的十分瀑布现身了。即便只是初次远眺，那磅礴的气势与飞溅的水雾就已经让两人兴奋不已。让我们慢慢来感受这座台湾尼加拉瀑布真正的震撼。终于，雅令跟 John 站在了这座素有台湾尼加拉瀑布美誉的十分瀑布面前。首先，他们来到了距离瀑布最近的观景台，在这里，震耳欲聋的水声如同雷鸣般在耳边轰响，千万吨的基隆河水从高度约20公尺的断层峭壁一涌而下，激起漫天飞散的细致水雾。随着山风吹拂，那份清凉感瞬间扑面而来，空气中饱含着负离子，让人仿佛全身的毛孔都随之苏醒。接着，两人拾级而上，来到地势较高的展望平台，从高处由上而下俯瞰，瀑布的全貌一览无遗。十分瀑布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属于逆斜层地形，岩层与水流方向相反，造就了水流如白沙般横向铺展开来的奇观。从这个高度看过去，宽达40公尺的瀑布面宽，犹如一幕巨大的白色绸缎，镶嵌在苍翠葱郁的深邃山谷之中，展现出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比例感。沿着环状步道，雅令跟 John 不断变换角度，从侧边观察，可以看到瀑布落入下方碧绿深潭时卷起的白色浪花与深不见底的墨绿潭水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由高而低、由近而远的观赏动线，让瀑布在每一个转角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姿态。哇，跟印象中真的不一样。花苞可能5月嘛，可能至少要在20天吧，10天嘛，这可能10天。我们要到瀑布下方去喽，以近距离的方式来观看瀑布。穿过层层步道，雅令跟 John 终于找到了那个封存在记忆中的角落。这里是15年前他们驻足观看瀑布的地方，也是无数旅人来到十分寮最深刻的集体回忆。他们下行来到瀑布的最底端，以近乎仰望的角度感受万马奔腾般的水流直冲而下。在这里，水汽最浓，声音最响，那份阔别已久的磅礴感瞬间将两人包围，仿佛时光从未流逝。同样的位置，不同的心境，看着眼前依旧壮丽的白练，这份找回初心的感动，成了这趟旅程中最珍贵的礼物。刚刚即日看瀑布，雅令惊觉帽子上的蕾丝白纱竟然弄丢了，两人焦急地沿着来时路折返找寻，好在幸运女神眷顾，终于在步道旁找回了它。这份失而复得的喜悦，让这段瀑布旅程多了一个暖心的小插曲。才刚回到关瀑吊桥，鸣笛声随即响起，平西线火车正好近距离呼啸而过。这份与铁道并肩的震撼，为两人的回程画下了惊喜的句点。从老街的异国风情到瀑布的磅礴洗礼，这趟阔别15年的十分之旅，跟着雅令与 John 的脚步，我们下次生活体验营再见。